阿西是某知名上市公司社长的专属秘书，他的日常工作是记录上司钱海的各种无理要求，还要忍受同事们的不满，发布各项任务。在同事们眼中，阿西似乎没有自己的主见，简直就像钱海的话筒。快30岁的阿西并不这样看待，他已经习惯了这样被指挥的生活，反而觉得别人给自己命令是件很轻松的事。晚上，阿西在游戏世界中尽情玩耍，钱海突然给他下达了一个新任务，要求所有员工在今晚提交一份能改善公司的计划。阿西一边抱怨明明是休息时间还要工作，一边把这消息告知所有员工。为了应对这个任务，阿西直接拿出了自己新人时的一份被废弃的改进计划发给了钱海。阿西以为作为一个小小的秘书的计划不会有人真正关注，没想到这份随手发出的计划竟然改变了他的命运。第二天中午，钱海突然宣布他有重要的事宣布。阿西已经习惯他的突然奇想，马上动用所有资源举办了记者会。记者会开始后，阿西站在台下开始走神，他知道这种重大的公司事件和自己无关。下一刻，钱海宣布他要正式进军餐饮行业，并且新的餐饮公司社长将是他的秘书阿西。听到这消息，记者们立刻把镜头都对准了阿西。阿西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被同事推到台前，不得不接受餐饮公司社长的职位。记者会结束后，阿西立刻跑去办公室询问钱海的真实意图。原来钱海发现公司股价开始下滑，故意利用阿西塑造自己为一位关心员工的好领导，以此赢得公众的好感，避免股价继续下跌。就在这时，他发现了阿西的计划，觉得阿西的想法很有趣，决定提拔他。阿西误以为钱海只是让他挂个名字来骗大众，不禁松了口气。晚上，钱海罕见地邀请阿西一起到一家高档法式餐厅吃晚饭。阿西正沉浸在美味的菜肴中，钱海缓缓开口：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店，我希望你能把这家老店改造成年轻人喜欢的新潮法式餐厅。阿西这才明白，钱海真的打算让他担任分公司的社长。接着，餐饮公司的老光拿出许多文件，让阿西签字和盖章。阿西意识到一旦盖章，就真的无法回头。不擅长拒绝的他，最终还是盖了章。第二天早上，阿西首次以新晋社长的身份召开员工会议。目前这家新的餐饮公司只有包括他在内的5名员工，其中包括一个从总公司调来的超级精英阿良。虽然员工不多，但作为初次担任领导的阿西感到非常紧张。他不知道该如何激励员工，只能尴尬地笑着说，希望今后能轻松愉快地一起工作。话音刚落，办公室的气氛立刻变得冰冷，员工们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位社长，他们认为他可能用了某些手段才上位。随后，老光带着大家见了法式餐厅的主厨，并向他递交了餐厅未来的规划报告。老光和阿良计划彻底翻新整个餐厅，取消原有的复杂全餐制，改用平价食材制作菜品，目标顾客是时尚的年轻人。没想到主厨非常愤怒，激动地表示绝不允许他们破坏餐厅。对于一个工作了30多年的大厨来说，没有什么比更改菜单更屈辱的了。主厨和老光发生了争执，作为社长的阿西不得不出面调解，向主厨保证会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离开餐厅后，大家去了一家酒馆喝酒聊天，这是与未来要一起工作的员工们建立关系的好机会。阿西表现得非常热情，经常赞同员工们的话。阿良很不满阿西这种卑微的态度，他不理解为什么钱海会聘请这样无能的人当社长。临走时，阿良提醒阿西，如果要翻新餐厅，改变菜单是必须的，如果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不要用那种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主厨。话音刚落，阿良愤怒地离开了餐桌，只留下阿西和其他员工。晚上，阿西一个人在家里借酒浇愁，愤怒于钱海的不负责任和阿良的坏脾气，不知不觉中就昏睡过去。第二天一大早，钱海突然打来电话，要求他陪同自己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商务宴会。宴会上，阿西不断与众多重要人物交换名片，累到双手都在颤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接到老光传来的坏消息。原来阿良擅自采取行动，强硬地要求主厨接受新的菜单，两人差点在厨房里动手。阿西赶到时，正好撞上主厨和阿良正在互殴，无辜地挨了一拳。幸好阿良和主厨都对他感到愧疚，及时停止了争斗。阿西不知道怎么说服主厨，只好求助于经验丰富的钱海。没想到钱海非常淡定地说，这种不听指挥的员工只需解雇然后重新招聘就行。回到公司后，阿西征询了其他员工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应由阿西这个社长来解雇主厨。当他走进餐厅，发现主厨正在认真地擦拭着梳理台，突然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罪恶感。一直不求上进的他，凭什么去开除一个这么热爱工作的人？
没有勇气开除主厨的阿西默默地走出餐厅，正被突然出现的阿良拦住。他再次批评阿西这种遇事只知逃避的态度，根本不配当社长。阿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不理解，尽管他的计划也得到高层的好评，为什么最后阿西会被选为社长？面对阿良的指责，阿西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因为阿良说的都是事实，他确实不适合当社长。顺着这个话题，阿西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刚进公司的时候，阿西也曾像现在的阿良一样充满了斗志，他撰写了许多企划案，但当时的领导一个也没有采纳。渐渐的，阿西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他也逐渐失去了对工作的热情。不知不觉中，他变成了一个只会听从指令、没有自主思考能力的传话筒。回忆至此告一段落，阿西意识到自己才是应该离开的人，于是他离开了阿良，回到钱海面前提出辞职。第二天，阿西准备离开时，惊讶地发现主厨正专心研发新菜单。原来主厨也意识到餐厅存在问题，决定需要进行改变。他一直因为面子问题不愿接受现实，当他知道自己的固执可能迫使这位年轻女孩辞职时，心里感到非常不好受。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接受现实。然后他语重心长地对阿西说，连我这样的老头都能改变，你也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这一刻，阿西的眼中泛起了感动的泪水。他主动提出帮助主厨测试新菜，并一起努力设计新菜单。阿良来到餐厅，看到堆积如山的餐盘，以及疲惫的主厨和阿西，这时他才知道他们竟然彻夜试菜，从而创造出了数十道新菜。这些新菜集合了评价、新奇与美味。匆匆补了一觉后，阿西又请来了尝过无数美味的钱海，让他作为第一位客人品尝。看着钱海将盘中食物一扫而空，阿西非常认真地表示想收回那天的辞职决定，希望能和主厨一起让这家餐厅焕发新光彩。看到一直唯命是从的阿西第一次提出了任性的要求，钱海忍不住笑了。阿西确实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为这家老旧的餐厅带来了全新的活力。原本只想过平凡生活的小秘书阿西，某天突然被任性的上司任命为法式餐厅的新社长。本不擅长拒绝的他，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一职责。上任初期，他成功说服固执的主厨更换菜单和装潢，将原本陈旧的餐厅焕然一新。因为性格被动，阿西缺乏决策能力，所有重要的决定都交给了可靠的下属阿良，自己则变成了专门打杂的社长。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阿西的餐厅终于筹备完毕。开业那天，阿西高兴地打开了店门，却没有看到一个客人。开业1周后，客人仍然寥寥无几，远远没有达到员工们预期的营业额。直到有一天，阿西从她的闺蜜那里得知，隔壁街新开了一家定位相似的廉价意式家庭餐厅。阿西和阿良急忙去那家餐厅进行调查，得知这家餐厅是他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某餐饮企业大少爷开的。他财大气粗，一口气开了几家连锁店，并打响了品牌。开业半个月内还推出全场半价优惠，成功抓住了顾客们的好感和味蕾。阿西和阿良返回自己的餐厅后，立刻召集员工开展了紧急作战会议。他们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发出去的宣传单竟然没标店面地址，即使顾客对餐厅感兴趣，也不知道该到哪里用餐。阿良对这个失误感到非常自责，因为最终版的传单是他审核通过的。他拒绝了同事的帮助，独自一人修改了新的传单。那晚，阿西单独邀请阿良喝酒聊天，劝他不必过于自责，平时可以多依赖一下同事们，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但这些话在阿良耳中变成了阿西不信任他的表现，于是借着酒劲与阿西争吵起来。结果两人像小学生一样幼稚，差点被居酒屋老板赶出去。第二天，阿西一个人到附近公园发传单，从带孩子的家庭妇女那里得知，他们不愿去法式餐厅，因为觉得法式菜品不适合儿童。阿西不知道该怎样消除他们的偏见，只能无奈的叹息。就在这时，一个孩子突然向妈妈撒娇，大声要求去阿西的餐厅吃饭。阿西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带着这对母子去了餐厅。整个用餐过程中，年轻的妈妈突然流下了眼泪。她激动地对阿西说，自从有了孩子后，每次外出用餐都必须考虑孩子的需求，她已经很久没有进入过这样时尚高端的餐厅了。看到这位女士幸福的表情，阿西陷入了沉思。送走了为数不多的客人后，这位母亲的话激发了阿西，他召集了所有员工，他总结了这几天对餐厅的观察和那位母亲的话，提出设立一个面向家庭的儿童免费用餐日，以此吸引那些对法式餐厅有顾虑的家庭。员工们都表示支持，并迅速开始准备活动。周末早晨，阿西像往常一样在周围派发传单，突然接到阿良的紧急电话召回。原来他们的家庭日活动非常受欢迎，原本空旷的餐厅现在挤满了带孩子来用餐的客人。
看着每个家庭高兴的用餐表情，阿西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作为社长的充实和满足。他的餐厅因此声名鹊起，并走上了正轨。几天后，阿西把餐厅预定给高中同学会作为聚会场所。同学们得知他现在是社长，都感到非常惊讶，纷纷来接近他，包括阿西曾经暗恋的小贺。小贺甚至主动留下了联系方式。阿西被小贺的笑容迷得神魂颠倒，晚上还梦见自己和小贺结婚，并成为出色的女社长。梦中的他春风得意，醒来后却感到现实的压力，因为来自前海的规划师向他分析了餐厅的未来发展方向，希望餐厅能迅速扩展成为连锁品牌。但按目前的营收来看，开分店几乎是条死路。规划师希望他能在几日内推出一款只在他们餐厅才能品尝到的特色菜品，这样能吸引追求时尚的年轻客人。于是阿西和员工商议决定，派店里的甜品学徒小迪参加1年1度的甜品大赛，如果获奖，将其作为店里的招牌甜点。就在阿西全心投入工作时，小贺突然发消息邀请他晚餐。阿西的少女心战胜了事业心，他完全沉浸在与小贺的粉红色幻想中。晚餐后，阿西一边忙碌工作，一边抽时间回复小贺的消息。为了腾出时间和小贺约会，只能牺牲睡眠时间来完成工作。他很享受这种既忙碌又温馨的生活感觉，决心成为一个既抓爱情又抓事业的超级女强人。可现实是很残酷的，阿西很快就感到精疲力尽，经常在开会时不由自主地打瞌睡。阿良看着他的样子，脸色非常难看。第二天晚上，小贺再次邀请阿西出去约会，两人去了一个非常有情调的酒吧。不巧在那碰到了钱海，阿西不得不在暧昧对象和上司之间坐着喝酒，感觉非常尴尬和不自在。小贺中途因事离开了一会儿，钱海趁机问阿西为何突然想找男朋友。阿西有点心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支支吾吾地说他也到了考虑结婚的年龄。看着阿西支支吾吾的样子，钱海露出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小贺办完事回来后，钱海立刻站起来让出了位置。小贺送给阿西一个精美的礼物，还特别嘱咐他回家后再打开。阿西太忙了，一和小贺分开就立刻回到餐厅，去帮助正在研发新甜品的阿良和小迪，完全把那份礼物忘在了脑后。接下来几天，阿西一直忙个不停，感觉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偏偏那天餐厅有人请假，餐厅又接到了一个大订单，阿西和阿良只好亲自下厨帮忙，忙得不可开交。当阿西终于有时间休息时，看到了小贺发来消息说在附近公园等他。阿西没办法，只能马上赶到小贺那里。小贺有点羞涩地说，希望阿西第二天中午能陪他去见家长。阿西一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提议弄懵了，他们甚至连男女朋友的关系都没有确定，怎么就直接见家长了？阿西仔细询问之后才明白，原来小贺之前送的礼物是一个戒指。阿西现在实在没有精力和小贺解释太多，只好告诉他第二天要陪小迪参加甜品大赛，没时间。没想到小贺突然脸色一沉，硬是要阿西在自己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就在这时，阿良突然出现，阻止了小贺的粗暴行为，反而被小贺误会阿西同时交往两人。愤怒的阿西断了关系后扬长而去。下一秒，阿西突然晕倒在阿良的怀里。阿西发烧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他急忙赶到现场，只发现大赛已经结束，小迪的作品赢得了第3名，这是一个很好的成绩，足以用来吸引客人做宣传。虽然阿西的爱情彻底破灭了，但他的事业却在稳步前进。自从推出获奖甜品后，餐厅的生意变得络绎不绝。那天晚上，阿西特意保留了最后一份甜品，他让阿良帮忙带给公司的后辈柚子。原来几天前，阿西请柚子来店里开会时，无意中发现阿良特别关注柚子的一举一动。他知道柚子一直很想尝试这款新甜品，于是好心的帮阿良送上助攻。阿良虽口是心非，但还是把甜品真诚地递给了柚子，并邀请柚子一起去看他最爱的恐龙化石展。柚子看着眼前这位帅气又优秀的前辈，不过脸上却露出了难为情的表情。与此同时，阿西的上司钱海注意到了，在阿西的带领下，餐厅的业绩稳步提升。钱海邀请阿西喝酒庆祝，喝到微醺的阿西吐槽，他自嘲是30岁还没被选中的女人。这时钱海突然说出我选择了你，让阿西心动不已。从那以后，阿西脑海中不时会浮现钱海的身影。虽然他知道钱海是选他做餐厅社长，但他还是忍不住胡思乱想。不过很快，忙碌的工作让他从爱情的幻想中清醒。钱海看好餐厅的势头，打算趁热打铁，计划1个月内开5家分店。庞大的工作量让阿西喘不过气。他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餐厅红酒的供应问题，因为钱海的竞争对手与餐厅合作多年的红酒厂签了垄断协议，阿西只好亲自前往红酒展览会，去寻找新的供应商。对红酒一窍不通的阿西，
面对众多红酒选择时，感到眼花缭乱。偶然间，阿西从闺蜜之美那里得知，有一款叫做《我喜欢的季节》的红酒，既便宜又好喝，但由于很难买到，在网上炒到了高价。许多公司都尝试签约，但都没成功。阿西想，如果能拿到这款红酒的货源，就可以借助这款红酒的名气，提升餐厅的品牌知名度，让连锁店的开设更加顺利。他决定出高价拍下这款名酒，让公司的员工尝试品鉴，检验开展计划的可行性。这款红酒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连不懂红酒的阿西都觉得特别好喝。他带着阿良去了这款红酒的产地，打算长期签约这款名酒。酒庄的主人春天是位温柔善良的老太太，当她知道他们来买红酒时，脸色马上变了，断然拒绝。为了买到这款红酒，阿西使出了各种方法，但不管他怎么努力，春天就是不愿意卖酒。那天晚上，钱海打电话来关心进展，得知阿西在春天的酒庄遇到困难，钱海感叹，他之前也想和春天合作，但失败了。后来他打听到，春天总觉得她丈夫把红酒当情人一样宠爱，把红酒视作情敌，所以自从丈夫去世后，她就不再制作和销售红酒。即便知道春天不卖红酒的原因，阿西也没放弃。阿良却认为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劝阿西应该快点找其他酒厂。看着阿良渐渐失去耐心，准备离开，阿西意外发现，红酒标签遇水后会显现出与酒名相应的答案。我喜欢的季节是春天。他认为这可能是春天丈夫的一种告白。阿西决定用这个故事再次去见春天。第二天，他们把这份深藏的情谊告诉春天。春天这才意识到，她那不善言辞的丈夫，其实是在红酒制作中寄托了对她的爱。春天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她重新振作起来，决定继续制作红酒，同时与阿西签订了合作合约。阿西兴奋地向钱海汇报了这一进展，然后和阿良一起庆祝成功。阿良之前一直认为阿西是个没有主见的社长，但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对他刮目相看。渐渐的，他发现阿西的脸越来越吸引他。不知何时，阿西在他眼中变得越来越可爱。就在这时，钱海为庆祝阿西成功签约，他们抵达了寄宿的旅店。庆功宴结束后，阿西偶然看到钱海在休息室里，注意到他面部紧绷。阿西想起之前曾听钱海的前女友松山说过，钱海私底下从来不笑，想到和自己相处时钱海的温柔笑容，阿西意识到他对自己可能有特别的情感，内心情感澎湃。这时候钱海注意到阿西在门外，邀请他进来聊天。这是阿西第一次和钱海独处，感到紧张。巧遇阿良经过，看到他们在休息室说笑，阿良心中突然涌起一股醋意。那晚，一段三角恋情在旅店出现端倪。第二天，阿西顺利完成了红酒的签约，开始为连锁店招聘新员工。没想到他的好友知美也来应聘，而且被下属录用了，这让阿西感到有些头疼。一直以来，他在知美面前为自己树立了许多干练社长的形象，担心知美发现自己其实很犹豫不决，总是手忙脚乱的样子。为了改变自己的工作状态，阿西决定模仿钱海果断的工作态度，下定决心在工作中果断做出决策。不久后，为了提升餐厅的知名度，阿西决定举办一个使用各地食材制作法国菜的活动。在策划方案实施期间，他能迅速解决问题，做出各种决策，工作效率明显提升。这时候，阿西感觉自己越来越接近钱海那样的优秀社长，不禁感到有些自得。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餐厅的竞争对手居然也要举办和他们一样的活动。阿西担心对方抢走风头，立即决定将活动提前1周进行。员工们觉得原本采集食材的时间就很紧张，如果提前进行，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目前阿西只学会了钱海的果断，还没学会他的灵活应对，只能坚持自己的决定，即使这样导致与员工之间的激烈冲突。阿良对阿西这段时间的独断行为感到不满，看着阿西气愤地冲出办公室，他对阿西的担心超过了心中的不满。犹豫过后，决定外出寻找阿西。与此同时，阿西决心要靠自己一个人收集食材。很快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困难，走投无路，阿西只好跑到竞争对手的餐厅，请求对方暂借已收集的食材。竞争对手的老板觉得这些食材不足以改变大局，在嘲讽中把食材分给了阿西。正在四处寻找阿西的阿良，看到阿西不顾一切地请求竞争对手，怨气和担忧转为心疼，拦下了还想继续收集食材的阿西，告诉他，一个优秀的社长不应该是专制的，在必要时应该与员工讨论对策。阿西意识到了自己的专断，回到公司真诚地向员工们道歉，员工们都表示了理解和宽恕。大家重新制定了计划，决定利用手头的材料提前举办活动，将精力集中在菜品设计上。活动如期举行，活动成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餐厅的知名度逐渐提升。阿西准备向钱海汇报这些进展，这时突然想起今天是钱海的生日，没买到蛋糕的阿西带着甜点急忙前往公司。与此同时，阿良再次邀请柚子共进晚餐。饭桌上，阿良不由自主地吐槽阿西，尽管口中批评阿西，脸上却是笑意。柚子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直截了当地指出阿良喜欢阿西。阿良急忙否认，内心却乱成一团。与此同时，阿西抵达公司，为钱海点亮生日蜡烛。钱海心中涌起一股暖意，他不明白为何一个简单的甜点会让他这么高兴，自言自语：为什么只有和你在一起时，我才能一直笑？旁边的阿西听后愣住了，心中的情感因为这句话无法再隐藏，紧紧抱住了钱海，完全没有注意到阿良的来电。意识到钱海没反应，阿西赶忙松开手，匆忙逃回家的路上，阿西担心自己误将钱海的好意当做了爱意，既感到尴尬又后悔。原来平时在工作中雷厉风行的钱海，在感情方面却显得特别笨拙。当被阿西紧紧拥抱时，他明显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加速，却不知如何是好，这才导致了这场误会。接下来的忙碌工作很快让阿西把尴尬抛诸脑后，因为公司的要求，他需要在1周内开设5家分店。分店工作正在稳步进行，突然一场意外发生了，他们选定的5个店面都被竞争对手截胡了。阿西不得不重新寻找店面，但能快速签约的店面大多不符合开设餐厅的条件。无计可施之际，在品尝午餐便当时，阿西突发奇想，决定以便当店形式开分店，这样不仅节省成本，还不需要太大的空间。这个新颖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全员的支持，法式便当店迅速引发了新潮流，客人络绎不绝。为庆祝这一成就，阿西高兴地计划向钱海汇报这一佳绩。没想到一进办公室，就看见钱海正和前女友紧紧拥抱。这一幕让阿西的心情从高处跌落，他强忍着悲伤转身离开。松山此行是想与钱海复合，但钱海心中已经有了阿西，钱海正在考虑如何拒绝。正巧这时阿西来汇报工作，钱海出来想解释这场误会，阿西已经不知去向。此刻阿西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思考着心爱的人可能已有所属，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这时阿良找到阿西庆祝分店开业，看到阿西泪流满面的样子，心疼地把他抱进怀里。在阿良的怀抱中，阿西找到了一丝温暖。不久便到了休息日，阿西沉浸在失恋的情绪中，只能通过玩游戏来缓解悲伤。这时阿良主动来找他，如果是平时，阿良肯定会用自己的毒舌对阿西宅在家里打游戏的行为冷嘲热讽，但今天他表现得与众不同，不仅陪阿西吃点心，还一起玩游戏，还亲自为阿西做饭。尽管他不知道阿西昨晚为何哭泣，但出于关心，他想通过陪伴来帮助他忘记伤心事。阿西察觉到阿良的行为有些不寻常，习惯性地认为阿良有事求他，此时他没有心情处理这些事，就让阿良在他家里待着。第二天，钱海特意来向阿西解释拥抱的事，不幸的是表达不清的钱海支支吾吾说了半天也未能解释清楚，不但没有解开误会，反而让阿西误解他不想公开关系。阿西表面上表示会保守这个秘密，装作无所谓的离开，只留下头疼无比的钱海。后来阿西偶遇了阿良追求的柚子，好奇地打听柚子的近况，了解到柚子刚交了男朋友。阿西猜测阿良之前的行为是因为失恋而寻求陪伴，才会来他家频频做出不合常理的举动，决定扮演人生导师帮助阿良。在一起吃晚餐的时候，阿西体贴地说，柚子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你这么帅，追谁都不成问题。这句看似普通的关心，在已经喜欢阿西的阿良听来却意味深长。他误以为阿西对他有好感，看到阿西嘴角的奶油，阿良情不自禁地亲了上去，抹掉奶油。这一吻让阿西思绪大乱，一直到第二天，阿西还对这突如其来的吻感到困惑，不明白阿良为何吻他。就在阿西沉浸在这甜蜜困惑中时，一场阴谋正在悄悄接近。公司里有一个叫葛源的董事，他提拔了许多像阿良这样的年轻人，因此在公司很有影响力。最近钱海发现葛源与竞争对手关系密切，担心他会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特意找他进行对峙。葛源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转而聊起钱海引以为傲的法式餐厅。他认为这家餐厅肯定不会有好结果。这种轻蔑的态度让敏感的钱海感觉到葛源可能想对餐厅不利，急忙赶到阿西的餐厅，要求审查所有最近的合作伙伴。经过仔细的确认，发现餐厅最近一个重大项目出现了问题，对接的负责人已经很久没有回复。这时阿西迅速调整心态，带着阿良急急忙忙去到负责人的公司，得知项目已被竞争对手截断。面对这种情况，阿西无奈地回到公司，将情况如实告诉了同事们。
大家联想到每次开展新业务，竞争对手总能第一时间进行阻挠，大家开始猜测可能有内鬼。这时阿良突然想起自己从入职以来，经常和前辈葛源讨论业务，这些被泄露的业务也曾提及给他。阿良越想越不安，为了确认泄密者是否是自己，他找到葛源，想当面问个清楚。没想到葛源对泄密事并不避讳，甚至介绍阿良和公司的竞争对手野上见面，希望阿良和他们联手。原来野上和钱海之间有私人恩怨，他和急于上位的葛源有着相同目的，想要拉倒钱海。阿良被内疚和懊悔淹没，他没有接受葛源的提议，选择请假在家，独自承受自责和内疚的煎熬。阿西发现平时工作狂的阿良突然连续请假，担心他出了什么事，特地去他家了解请假的原因。阿西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安慰阿良这只是一个无心的错误，不应该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但无论他怎么安慰，阿良始终无法摆脱自责，往日的傲气完全消失了。这种变故让阿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每天下班后去阿良家，向他报告当天餐厅的业务进展，希望这能激发阿良的责任感，让他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结果反而适得其反，阿良直接提出了辞职。阿良的辞职让阿西完全爆发了，他激烈的斥责阿良，认为他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这不仅表现出不信任大家扭转局面的能力，还忽略了他作为社长的能力，这让阿良的尖锐性格被激发了。他反驳说，既然阿西是社长，为什么什么都要向他汇报，让他事事操心。阿西顺势而为，表示他和公司都离不开阿良，希望阿良能回到公司继续工作。听到这些，阿良开始犹豫不决，他既舍不得自己辛苦打造的法式餐厅，也不想离开阿西。经过深思熟虑，阿良决定回到餐厅，他向同事们郑重道歉，为自己无意中泄密的行为表示会努力弥补过去的损失。同事们并没有责怪阿良的无心之失，大家重新恢复了以往的热情工作状态。下班后，阿良看着渐行渐远的阿西，一种强烈的冲动驱使他追了上去，把阿西紧紧抱在怀里，把心底深藏的爱意全都表白了出来。阿西还没反应过来，感到对方怀里传来的温暖，想起之前的那一个吻，不由自主地回报了阿良。阿良早就深爱着阿西，无法抑制心中的爱意，深情地向他表白了。听到这些，阿西愣住了好久才回过神来，慌张地逃开了。他万万没想到阿良喜欢的是他，更没想到自己被抱住后会心跳加速。第二天，阿西还在犹豫该如何面对阿良，突然收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一直有不轨图谋的董事葛源暗中拉拢了其他高管，撤销了钱海的社长职位。阿西担心钱海，急忙去钱海家了解情况，结果发现记者已经包围了那里。阿西设计诱导记者离开，从钱海的新秘书柚子那里了解到，钱海被撤职后就消失了。为了联系钱海，阿西不停地发消息给他，发送的消息却石沉大海般无回应，始终得不到任何回复。阿西因为找不到钱海而感到焦虑，钱海主动打电话给阿西约见。原来钱海一直在躲避记者，他没回家，手机信箱被记者的询问信息塞满，所以没看到阿西的消息。感到无助时，他想起了阿西，这才打了那通电话。此时的钱海在街上被人认出，为了不引来记者，阿西只好把钱海带回家避风头。知道对方经历这一切肯定很难受，他很体贴的没提罢免的事。接下来他面临的是和钱海同住一室的尴尬。很快日常忙碌冲淡了这份尴尬，阿西想做咖喱招待钱海，却手忙脚乱，结果做成了一顿失败的晚餐。但钱海还是把晚餐吃得一干二净。从小缺少家庭陪伴的他，从这顿充满心意的晚餐中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晚餐后，阿西像往常一样喝起了小酒，向钱海倾诉工作上的烦恼，结果喝醉了，无意中在钱海肩上睡着。钱海看着阿西睡着的样子，心中涌起暖意，和阿西在一起的温馨时光让他逐渐忘记了被罢免的痛苦。阿西这段时间一直忙于照顾钱海，没有去餐厅，也没见到阿良。之前的告白因忙碌被搁置。这时阿良打来视频电话，想和他讨论工作。阿西习惯性接了电话，直到钱海从房间走出来，阿西这才意识到家里还有人，急忙把屏幕遮住，害怕阿良误会。这种操作反而让阿良警觉。第二天一大早，阿良急忙上门来探究竟，得知阿西把钱海藏在家里，阿良立刻情绪失控。虽然阿西解释他们同住只是为了躲避记者，阿良还是不依不饶。接着就是这一集的三角恋大戏。阿良发现阿西专门为钱海做了咖喱，立刻醋意大发，不满地说他自己都没吃过阿西亲手做的饭，硬是要留下来一起吃晚饭。为了避免更多误会，阿西决定那晚去闺蜜家住。阿良主动提出送她过去，路上两人又开始争吵。
阿西抱怨阿良像小学生一样爱吃醋，心里却感到一种奇妙的愉悦。阿西到了闺蜜之美的家，闺蜜知道她刚被阿良表白，又和钱海同居了，好奇地问她心里怎么想。那时阿西还没意识到，对阿良心跳加速可能是喜欢的征兆，她只是在纠结自己对钱海的感情，并没有太在意阿良的告白。第二天，阿西回公司报告餐厅的情况，得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新社长葛源计划彻底改革公司业务，这可能导致法式餐厅员工面临失业。阿西为了保护一直与他并肩作战的员工，开始积极开展新业务，希望提高公司对餐厅的重视。结果被葛源警告，他强调这次改革就是为了清除钱海的影响力。阿西和他的法式餐厅成了首要目标。面对葛源的决定，阿西感到无计可施，他只能把这情况告诉钱海。比起自己的餐厅被解散，他更担心钱海多年的努力会化为泡影。是钱海的认可，让他有机会成为法式餐厅的社长，摆脱过去被利用的命运。他不想看到钱海因这次打击而一蹶不振。听了这些，钱海默默地离开了阿西的家。他知道该是振作起来的时候了，要为阿西夺回那个他深爱的餐厅。阿西还不知道钱海的计划，为了保住法式餐厅，他开始联系各大银行，想贷款买下餐厅。但葛源一直暗中作梗，莫银行愿意贷款给他。就在阿西束手无策的时候，钱海又回到了公司。原来他是依靠公司内部支持他的人和之前积累的资本，收回了超过半数的股份，重新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权。不久后，钱海找阿西谈话，告诉他的未来计划。其实夺回公司主要是为了保住阿西心爱的法式餐厅。现在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他不再想经历那些勾心斗角，决定去非洲从事慈善工作。但他唯一舍不得的就是阿西。随后钱海突然改变了以往冷漠的态度，深情地问：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共同度过一生。面对钱海突如其来的告白，阿西没有立刻做出回应，下意识地回到餐厅工作。旁边的阿良看到他心不在焉，约他出去喝酒聊心事。得知钱海邀请阿西去非洲，阿良心里非常不舍，但想到阿西和钱海之间的暧昧关系，留他的话说不出口，只是不停地问他是否真的打算放弃餐厅。在阿西的沉默中，这次心灵的谈话结束了。两人分开后，阿良终于鼓起勇气给阿西打电话，字字铿锵地说：我不希望你去非洲，也不愿意把你让给钱海，但我还是希望你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虽然这番话没有让阿西马上决定，但他似乎明白了如何找到内心的答案。第二天，阿西像往常一样来到餐厅，看着这里熟悉的一切，回想自己为这个事业付出的努力，心中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他坚定地告诉钱海，他决定留在餐厅，守护自己奋斗多年的事业。对于阿西的决定，钱海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对餐厅的付出让阿西难以放手。在离开公司前，钱海交给阿西最后一个任务，担任公司的新社长，而不仅仅是小小的餐厅社长。他认为阿西对事业的执着和他常有出人意料的想法，一定能成为一位优秀的社长。故事的最后，终于明白自己真正心意的阿西，决定和阿良开始恋情，同时决定接受钱海的委托，成为新社长。虽然成为社长后，阿西依旧会有些冒冒失失，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知道心爱的阿良会一直陪伴他共度难关。